认识这个人吗？知不知道他叫什么？我知道，韩学兵。他怎么了？你说说吧。韩学兵在9月16号中午至转天下午4点一直跟我在一起。那天是大周末，我不用上班。晚上7点半左右，有人给他打过电话。我当时在厨房洗碗，没有听到他们说话的内容。他接完电话就关了手机，后来也没出去过。你能不能确定他在你睡着以后没有出去过？我睡觉很轻，跟他又是盖一条被子，不怕你们笑话。他怕翻身起夜的时候把我惊醒。近日来，在睡觉前连水都不敢喝。他接完电话以后有没有什么反常的举动？好像有点不高兴。我感觉那肯定是女人的电话。我什么也没问，只要他能跟我在一起，我什么都不在乎。那怎么办？费了这么大的劲，才把韩学兵给抓起来，只能算是刑事拘留。48小时以后没有证据，还要放人？对，放人，因为现在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他与本案有直接关系。大姐，真的只能放人？现在是2点55分，谁也不可能在5分钟之内找到继续拘留韩学兵的证据。那个邓小红肯定在撒谎，我去找他。小姐，站着，冷静点儿。好，谢谢。韩学兵，韩学兵，你可以走了。咱这哥们姐们白玩了。这案子后面肯定藏着一个秘密，而且绝对和韩学兵有关。你跟肖云的如果直觉对啊，这小子可是咱们近年来少遇见过的对手啊。你还别说，这小子还真是生财有道，骗女的骗的都心甘情愿的，还不犯法。怎么着？你羡慕啊？要不试试？你看他有那本钱吗？我怎么了？我不就是胖点吗？丑点吗？可是人家都说我有男人味儿。怎么着？下一步怎么着？你刚才说什么来着？你有男人味儿？他有男人味儿吗？看看，别吵，别吵！男人味在哪儿呢？有点。巴西，我一开始认为是德国，但是后来踢到最后比赛，我还认为是巴西踢得好。我感觉也是，是吧？啊，对，罗纳尔多踢的，我认为是确实让人佩服。对，他也达到自己的愿望。今天我在去接你之前去了趟银行。我在你的账户上存了20万元钱。啊？其实，在你给伯母上坟那天，我就知道，你不叫刘正，因为
我那天就去了银行。你偷看我钱包了？你不是说我是个有主见的女人吗？我是想帮你。17号晚上，我睡得比任何时候都沉，居然一觉睡到天亮。就连夜里你去没去厕所我都不知道。其实，我根本不在乎你从前的事。考考你的记忆力。我告诉你手机号，我只说一遍：1390-110。雪萍，我们结婚吧。哎，天明，你看看。来。哟，你来了，送好吃的了，什么呀？嚯，皮蛋瘦肉粥啊！我听天明说了，放人不是放弃。我做什么？做粥啊，真好吃。让天明来了，别让他看见啊，回头他也该跟我分了。肖姐来了，哎，一块吃点东西吧。这不是什么好的，没什么吸引的，方便面。你对我先给你泡一碗。行，你先吃吧。你刚不是还饿呢吗？我有点饿过劲儿了。你自己来。哦。肖警官是来视察工作的，根本不关心咱们吃什么，是不是？啊。老规矩，咱们还是先汇报工作。好的。省得领导操心。肖警官，是这样的，女画家死亡案的嫌疑犯我们虽然是给放了，但是从这个人身上我们得到了很多线索。首先，女画家死亡案与天都古玩店盗窃案案发时间相隔很近，后者几乎是在故意泄露韩学兵的秘密，并不是韩学兵有意自己暴露自己。那么这个人到底是谁呢？他为什么有意指出韩学兵是凶手呢？其次，韩学兵根本没有去过画廊，可是现场种种迹象表明，那天晚上确实有人出入过。那么这个人到底是谁呢？为什么要消掉手机上的号码？如果这个第三者真的存在，不管他是男人还是女人，他跟新余韩学兵到底是什么关系？为什么要去画廊？也许邓小红做假证了。这个我们想过，给自己心爱的人做假证，这并不新鲜，但证实起来却很困难。何况他昨天刚刚给韩学兵的账户上汇了20万。韩学兵得到钱并不消失，就是我应该去找邓小红。你以为他会听你的话？他会信你的？啊？韩学兵就是胆儿再大，现在也不会做什么。再有啊，新余生前卖过的那些画所挣的10几万块钱到底去哪儿了？新余又是怎么知道韩学兵的手机号码的？这个问题刚才我也考虑了一下。韩学兵应该是一个很有魅力的男人，要不然怎么能有那么多女人呢？别人咱都不说，就说我跟肖姐见过那个邓小红吧，明明知道韩学兵是在拿假身份跟他交往，
而且和以前的女人还惹过官司，不也没怎么样吗？照样非常理智的给他做时间证人吧。辛瑜也未必不是早就知道了，也可能一个很偶然的机会，他就知道了韩学兵的真名实姓。再看看那个讯问笔录，徐小溪说第一次听辛瑜喊学兵是在6月13号美学研讨会上吧。那么和辛瑜和韩学斌分手，他们是在哪天？7月20号，也不过才1个多月的时间。那他知道他电话号码，这也不是一件很奇怪的事儿。当然了，这个呢也只是我个人的推论，还需要加以证实。李队，你太过分了吧？吃独食，拿出来。是周没。我管他什么呢？别废话，拿出来，拿出来。没有了。你赶紧拿出来。拿出来吧，你别欺负人老哪儿你这样的，耍傻饺子呢？人都说爱兵如子由，你这样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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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瞅瞅，拿过来。我勺呢？听说你要跟韩学斌结婚？对，我今天就是来请假的。肖警官，觉着有什么不妥吗？韩学斌离开新宇不到1个星期就跟你在一起了，你不觉得不可靠吗？直到现在，他还口口声声地说爱新宇，你就没有怀疑过他的动机吗？没有，我相信他是真心爱我的。他以前跟谁在一起，那个人怎么样，这些我都不关心，我只知道他要跟我结婚，这就是最好的证明。可有人死了，死都不能让你明白吗？我希望你能清醒地回忆一下你们在一起的所有细节。对不起，肖警官，我已经把知道的全都告诉你们了。你们可以查我有没有撒谎，但不能阻止我的婚事。你大概还不知道吧？韩学斌一直和一些有钱的女人在交往。这个我也知道，他一拿到钱就消失，是不是？如果我没有一笔早年的离婚费，他也看不上我，这些我全认了。不过，我相信，这一次他不会消失，我将是他最后一个女人。即使前面是火坑，我也跳了。还没完啊？要这么久？等这么一会儿就着急了，我这不是遇见肖警官说说话吗？那你们聊，我还是在下边等你吧。来来回回的干什么呀？一起走吧，快！肖警官，还有事儿吗？这结婚挺麻烦的，请完假还有好多事情要做。那你忙去吧，我见着你同事挺不好意思的。我在这儿跟肖警官聊聊天。没事儿，怕什么呀？我多大胆子敢打肖警官的主意啊？去吧。什么？肖云跟那个韩学兵在一块儿？擅作主张。出了事我可不管啊！啊！肖警官，
我知道你一直认为是我害死了心雨，而且你想让邓小红离开我，怕我再杀死她，是不是？我8岁的时候，我母亲就离开了我，知道为什么吗？是为了省下粮食，能让我活下来。我爸是走资派，去得早，本来就只有母子俩相依为命。我哭了好几天，后来发现他还藏了一笔钱给我，他是用死换来了我的生命前途，同时也表现了一个母亲对儿子所能付出的最爱。我18岁的时候谈了第一个女朋友，后来被学校发现了，这在当时是不能容忍的。她受不了压力，就自杀了。退学以后，我自谋生路，非常的艰难。在我21岁的时候，娶了比我大13岁的老婆，那是我最幸福的日子。可惜好景不长，半年以后，她在一次车祸当中丧生了，给我留下了一大笔的遗产，包括现在这古玩店。所以，在我的观念当中，除了钱，女人还要用死来证明对我的爱。用死来证明？不错。而且我母亲和我女朋友选择的自杀工具，都是刮胡刀片。其实我现在可以以私人的名义告诉你，心雨给我打电话的时候，还跟我说，如果我要不去的话，他就死给我看。所以我去了，我看到了他。没这一套。别演戏了，赶快找人来救你！我可不想再惹麻烦。他还会回来的。你的同事好像都在学校外边。你就真的不怕我抓你吗？什么理由呢？难道你认为我会在别人面前承认我跟你说的这些话吗？邓小红没有骗你们，她相信我。我在她睡觉前喝的牛奶里放了安眠药，而且我去新余那儿的前后做得非常干净，建议你们不要费心再查了。其实要证明我是一个杀人犯，有一个非常简单、非常直接的办法。
那就是在邓小红死的现场抓住我。肖警官，结婚的时候我们会送请柬给你。再见。这是一个琥珀的如意，上面雕的寿字，然后雕的八宝。这是玉的，玉的这是紫檀的。喂，啊，是我。哦，不行，明儿老板在丰泽园结婚，啊，我们几个都得过去帮忙招待客人，啊，我们改天再说啊。是我一老乡，让我过去跟他玩。哎，李队，这是最后一个没有找到机主的电话。机主是杨清溪，24岁，上海人，自由职业，家住在汇新路15号301。他的房子是租的，电话才装了半年。与死者辛瑜通话是从8月13号开始的，每次通话时间都挺长的。但是断断续续只有5次。9月16号晚上，她和她的男朋友去新马泰旅游，一直到现在没有任何消息。哎，大曾，你找我啊？来一下。我哪知道？这不您让我从宝箱里拿来的吗？怎么又问我呀？你帮我杜绝了一次盗窃案，我还没谢你。哦，嗨，那都是我应该做的。你来这儿有3个多月了吧？在这干活跟在家不一样，习惯了。这什么意思？还成吧。知道我为什么留你？因为你长得特别像我以前认识的一个女人。小东子，干什么呢？有你电话。哎，来了。老板，没事了吧？跟你老乡说，有空请他到店里来玩。请问郭颖小姐在吗？她不在。她去哪儿了？好像是去平昌了。她什么时候去？我只是保姆，不太清楚。您是哪位？要不……这小子认识的全是有钱的女的。太厉害了，别说是几十万了，我连几万都拿不出来。我也拿不出来。要不然，我去上海跟他们联系，
让他们把郭颖的资料给传过来。先等会儿，这小子在跟咱们这儿逗闷子，可不能全由着他性儿来，得让他尝点苦头。我说你什么意思啊？你是不是非要等悲剧发生了以后才去制止？你给我点时间，姑奶奶。杨天明这就回来。您是问他们订婚的事儿？不是，9月17号盗窃案。啊？没丢什么东西，不是已经结案了吗？那是你那么认为，我们没找着你说那贼呀。哦，哎，可能是一流传犯，是吧？有可能，也许是个生手，就干了一次，再没犯事儿，也没准儿根本就没这个人。啊，您这是什么意思？您这……经过调查呢，案发当天，这里是最热闹的时候，不管是胡同里还是大街上都有好多人，可是居然就没有任何人看见有人从天都古玩店里跑出来。你说呢？当时另外2个伙计正忙着，没出来帮你捉贼，对吧？据你所说，你跟那贼打得挺激烈，就算是没出声，也得留点痕迹吧？可是除了那地上散落的玉器和你身上那不太严重的伤，其他基本都是好好的，好像有人故意把那些东西扔在这儿了。您那意思不是说我骗您吧？你想不想知道我们的指纹鉴定结果？啊？张海东啊？上海松江人是吧？今年暑假没跟家里人说就跑出来了吧？还是体校1年级的学生啊？我说实话，我说实话。那就对了，不过啊，不是在这儿啊。哎！我来平昌就是为了报复韩学斌。我妈跟我爸就是因为他闹了离婚，而且我妈还从公司拿一大笔钱给他，具体是多少钱我就不知道。但是因为这事儿，我爸可没少受到那帮公司的股东的指责，还上了报纸呢。你从一开始就知道韩学兵的真名吗？不是，是一女的打电话告诉我的。什么女的？我也没见过她，但是自从她跟我说了韩学斌的事儿以后，我就来平昌了。而且正赶上那小子招雇员，几天以后，那女的就又跟我联系了，也是电话，她声音挺好听的，年纪应该不大。事情发生前几天吧，就是她让我把那动画效果图放在信箱里的，然后又让我做那假盗窃案。我跟她最后一次通话，就是在今天下午，我把明天韩学斌订婚的事儿全告诉她了。郭颖的资料什么时候过来？明天上午。天明还真行啊，又是指纹，又是戴罪立功的，还真把这个小东西的实话都给套出来了。对付这种机灵鬼就得这样，要不然能怎么着？喂，凤凰，凤凰，你那边怎么样？人家风流快活睡大觉，咱们守夜。哼，人比人气死人呐。那你跟他换个个啊？算了吧，泡女人的本事咱自愧不如。哎，我说大嫂，刚才我就琢磨来着，就算咱们追不着他，他末了也得来个精尽人亡。行了啊，别这么多废话，明儿我就派人把你替回来。队长，郑江刚从机场赶回住所了。好，明天天一亮去找他。是啊，给西雨打电话的是我，不是他。我呢，算是个私家侦探吧。西雨给了我5万块钱让我调查赵建，可是我查着查着，我就发现他的资料全都不对，全都是假的。后来呢，我劝他甭干了，他死不甘心，又给了5万块钱。说实在的，我还从来没见过女人这么大方。后来我也没有查出什么。有一天，我突然发现在门口有人给我扔了个包，我仔细一看，你猜怎么着？赵建，也就是韩学兵，所有的资料都在里边。
也就是9月16日下午5点半，辛宇拿到这些资料才知道赵健就是韩学斌。可不是吗？他看了一下号码，叫了一声学斌，就出去了。赵健跟学斌这俩名字相差太大了，怎么会听错呢？那你对资料的来源就从来没有产生过怀疑吗？怀疑不可能没有啊，可是我看了韩学斌的材料之后，我就猜着了，准是他骗过那个女人，再给他下绊儿。徐小溪，原名郭颖，4年前曾经为了一个叫王楠的人自杀未遂。据猜测，王楠很可能就是韩学斌。郭颖于3年前化名徐小溪来到平昌，成立了文星美术工作室。9月17日，案发当晚4时，大厦管理员看到他开车离去，直到6点05分返回。电话记录中曾多次出现天都古玩店的号码。徐小溪不在，这是他工作的地方。这个故事已经被画上买断，昨天完成最后一部分，很快就可以上市了。卖多少钱？这个不大清楚。原来郑江给辛宇的资料是徐小溪提供的，以此证明呢，辛宇还真相信了这些鬼话。徐小溪来平昌，就是为了报复韩学斌，还处心积虑安排了那么多事儿，一个心眼就想让他坐牢。但是他没想到，当邓小红知道了事情真相以后，还能给韩学斌作证。如果案发当晚徐小溪去过画廊的话，那么他就应该是见到韩学斌和辛宇在一起的第一目击证人。可他为什么不出来揭发呢？他到底想干什么？再有，这动画故事的结尾预示着什么？不好，徐小溪肯定去了丰泽园，韩学斌结婚。他很可能是女画家死亡案中唯一的目击证人，监视韩学斌的一举一动，保护邓小红，小心他们跟徐小溪发生冲突，造成伤亡。红楼天气之客，美酒一嘉宾，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新郎新娘为大家请出。
好久不见了。非常感谢你能来啊。来，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的妻子，邓小红。欢迎你。住手！韩学兵，你以为我会杀邓小红，我不会对你动手吗？太洒脱了！住手！为了他，我什么都没有了。我爸妈永远都不会原谅我的。你们知道吗？他就眼睁睁地看着我流血，眼睁睁地。没有悔恨，在他的眼里头，我只能看见遗憾。他居然跟我讲起了他妈妈、他老婆跟女朋友，还跟我说，如果我死了的话，就在他妈坟的旁边，也给我修一个坟。可惜的是，当时我割腕的工具是水果刀，不是刮胡刀片儿。我被他们发现了。我没死，可是他的影子无时无刻不折磨我。那个叫新瑜的女画家，跟以前的我一模一样，不同的是，我可以帮她。
那天，我是去了画廊，可他做的真干净，那么精细的设计，都没能让他坐牢。死，对他来说是快乐。他该活着，活在地狱里。别难过了，香姐，反正新宇他父母也没怪你。我是觉得新宇太可惜了，太不值了。还有这，吃完饭以后卡拉 OK 啊，有时候得唱歌了。好，我同意。凤哥越来越黑了啊！怎么叫黑呢？肖云难得请回客。再说你没听我唱歌啊？我那歌唱的。别说我听过啊，从那次以后我再没去过。哎，李队，怎么样啊？哼，你看看，哪家的公鸡和驴不见了？我才不知道你们这帮小子说以大欺小的，我靠！哪儿吃，肖云？保你吃好喝好的，最后我还让你打包。哎，这不错。300块钱啊，便宜了吧？来张报纸。刑警队最爱看报的人。好。